你离开男爵这么多年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想必你也知道吧？师父被女道仙燕灵霞所败，男爵第一高手之位易主，很多人传您已经死了，但是您却忽然出现在天启城，大战学堂李先生，向天下人昭告您的行踪。你想学魔仙剑，我不同意。当年我打不过李长生，去学了魔仙剑。1年之内，我的功力涨了6成，我依然打不过李长生。你想比我强，就不要走我这条老路。师父。刀客凌云，是我。据说与燕灵霞一战之后，境界大跌。那是一跌千里啊！那你此番回来，是回到当年的境界了吗？就算回到当年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再求一败罢了。久仰剑仙大名，今日我凌云也想求得一战。若赢，则在与剑仙与燕灵霞一战，重夺男爵第1之位。若败了呢？愿死！走吧。徒弟，刚才那一剑，你学会了吗？我看清了9分，不差。为师用毕生修为凝入了13剑，但这一路会有不少这样的人前来挑战。每次我只出1剑，你可都要看好了。好。除了最后1剑，那一剑不许看。先生，此座只为贵客而留，也只有贵客能坐。拿杯水来。来，先生，请。先生，你想喝点什么？就来一壶桑洛吧。先生，我们店还有很多名贵的酒。不用了，就要一壶桑洛。酒不该是用来享乐和炫耀的东西。先生说的是。
那桌有人了。这位少侠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不妨和我一桌。这闹鬼了，哪有人啊？我是说，这个桌子被人预定了。好吧，叨扰了。先生，您的酒。桑罗，给这位少侠也拿个杯子。哎，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也会酿这个酒。那你尝尝。我觉得，没有我那个朋友酿的好。少侠的朋友是位酿酒大师，他呀是个酒痴。不知少侠尊姓大名？哎，先生请我同桌喝酒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在下从未有过父母，所谓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，所以我叫司空长风。这番介绍倒是颇有意思，想了许久吧？看破不说破，先生也太不厚道了。小二，哎，这酒给我们退了吧，不要了，给我上壶别的。敢问这位客官，您想要什么？要秋露白。有趣。客官，今日可没有秋露白。为何？秋露白1月只出1日，1日只出2个时辰，今日怕不是时候。哦，那明日呢？明日也不是，后日也不是，大后日也不是。本月14公映，还有13天，且等着吧。哎，你，我很好奇，少侠，为何非要秋露白呢？哎，不瞒先生说，我此次来天启城，是为了见一个朋友。刚刚说的那位朋友？正是，我那朋友啊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就是好酒。他呢，跟我离别前吵着嚷着说要喝天启城的秋露白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先买上一壶作为见面礼。小子，你想要秋露白，这上面不就有一瓶吗？这上面是秋露白？多嘴！哎，小二，这秋露白多少钱？不要钱，不要钱，只要你能拿得到。简单。长风，你要去楼中桥，既然伸了手，便算下注取酒。你说透。客官，这是什么话？哎，这的确是陈酿12年的秋露白，世上只此一壶。你若想取，那便凭自己本事取；如若取不到，留下件东西就好。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吧，由我说了算。谢师。谢师。陈先生，谢师是碉楼小筑内功夫最高之人，多少江湖公子试图取这个酒，却都没有成功过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抢到了，便是第一个成功的。算吧，真正的高手不会来取这个酒，来取这个酒的多数是如你一般初入江湖的少年郎。不过时至今日，真正成功的也不过李先生一人。不过他呀，单纯是因为无聊碰了碰酒也便走了。所以，你若是真抢到了，确实算是第一人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枪不错，银月枪，我要。太
好枪，但可惜了。回去。一来就吃瘪，天启城，果然是天启城啊！司空长风，久别重逢，不必行此大礼。百里东君，不错不错，你还记得我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来找我？我今日才到的，这正想去找你来着。好久不见啊，司空长风。楚墨公子，不过，你刚到天启城就打架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想着跟你也算是久别重逢，总得备份礼吧。普通的酒酿的也没你的好喝，最好的酒新人卖光了，那我只能去抢。结果没曾想技不如人，没抢过，那枪还折在里面了。一个人抢不过，那2个人能不能抢过？谢师的金刚罩精进了不少，可惜啊，还是被这位少年给破了。哼，后生可畏啊！确实是如鹰一般的少年。你看，这边请。这么快就找来帮手了？上面挂的那瓶酒，可是秋露白？对，那是酿了12年的秋露白。我要了。好强的掌力！原来酿酒师里不止我一个人会武功啊！小师弟，不可无礼。这位乃是碉楼小筑1品的酿酒师，整个天启城都得人人尊称一声谢师的人物。卓墨公子，谢师多有得罪。这位是我新入门的小师弟，冒犯了，请多多谅解。李先生新收的徒弟，难怪。这位公子出手，可是为了夺酒。那是我兄弟的枪。你兄弟夺酒失败了，必须留下遗物，这是规矩。可若是我赢了你，可否将那枪和酒一起拿走？当然可以。来，哎，用武功来赢酒，未免有些奇怪。不比武功如何？那比什么？自然是比酿酒。什么？这人疯了吧？跟谢师比酿酒，不自量力。就定在本月14吧，到时候我会带上我的酒来碉楼小筑，也请你们备好碉楼小筑最好的酒，以及天启城最优秀的品酒师，然后我会带走那杆枪，还有那瓶酒。狂妄小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算你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也不能狂妄到如此程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谢师。小师弟入天启城之前呢，也学了11年的酿酒术。我学了40年。得嘞。好酒可品人间百味，少年的烈，中年的温，老年的醇都不一样，也不见得谁学的酒就一定赢得过我。那就恭候大驾。哼。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呢，本来是要带我的小师弟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结果路过碉楼小筑的时候，听到里边有动静。我们呢就想说去凑凑热闹，其实是我自己想去凑热闹，正好这时候你被人给打出来了。我当下我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反应，他倒好，大老远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直接一个轻拨上去，来给你2肋插刀了。你果然拜了李先生为师，成了卓墨公子，也就是这位二师兄的师弟了，真好。你也很好啊，还有命，来天启城跟我见面。二师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这不就到了吗？
也好好长你。公子，您来了，来。这里是青楼？非也，非也。这里是百花楼，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的他正在抚琴。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最终，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，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是几年前的事情。当时的姑娘现在也出落成闭月羞花的样子了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她的名字。不知道顾剑门那小子啊，在见到她会不会感慨？雷公子，许久没来听曲儿了。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。没有多久是多久啊？哎，那其实也没有太久。好像有杀气。嫂子，小小年纪，不学好。我是无辜的。夫人，对呀，百里东居，你小年纪不学好，让你别来这种地方，你偏来。我都说我不来了，你非带我来，死拉硬拽把我拽进来，怎么样？现在满足了吧？开心了吧？师兄就不是一个能来这样地方的人。啊？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别说。夫人，我们回家，回我们温暖的家。雷公子打算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不来了，这辈子不可能来了。就是小师弟让我来，我也不来了。走。小师弟，趁年轻好好享受吧，好时光不多了。师弟啊！走。娘子啊！我错了啊！我们在哪儿啊？我们该干什么呀？少年郎，做什么？好生俊俏的少年郎。子怡妈妈，
风姑娘今日还奏不奏曲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急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？好嘞。呀，二爷，您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这首乐曲坐前面来。好，听着让人难过。我听过他，你来过？不是，你还懂音律？也不是，我听过这首曲子，它叫《江南月》。更鼓乱人心，边秋闻夜声。从今秋露白，月照故乡明。这是一首思乡之曲。这位公子，小姐好。我可担不起这个词，我家小姐有请。请问，你家小姐是？少年郎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在百花楼能够被尊称为小姐，只有一位。等会儿，这个呆呆傻傻的小子是谁呀？凭什么风姑娘只见他呀？我天天在此地听曲儿啊，银子花了也不少，连风姑娘的面都没见上。凭什么他第一次来就能登堂入室啊？哎呦，二爷，行，您这消气啊！你不是千金台那位？什么千金台不千金台？今日不说千金台，大家来此地都是来听曲儿的。诸位，百花楼对咱们不公啊！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你看。是啊，这不合适，还是算了吧。你知道你在拒绝谁吗？不是，姑娘莫要动怒。行了，知音难遇，说不准还能遇到个同乡呢。你看这。大家都消气，我呀备几壶好。就这么让他上去了？怎么没个人拦上？不许走！我看谁敢过来。没事了。笨蛋，废物！去吧。不是，就这。哎呀，二爷消气。哎呀。少年郎，这位妈妈，哎，可否帮我寻个座位，我好坐着等他？哎呦，公子，你确定今天晚上你能等到他？春宵帐暖，美人在怀，指不定要多久呢。要不我给你找个不错的姑娘陪你歇息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司空长风，我就不等你了啊，你好好享受吧。哎，下次再来啊！来。
是你吗？哦，姑娘有礼了，在下司空长风。你可是来自魏城？魏城？你的家乡是哪里？我不记得了。那方才那支曲子，你是从哪里学的？这我也不记得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这个人是记性不好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姑娘莫要生气，我的确是记不起以前的事情了。我从小在江南流浪，兴许是哪位萍水相逢的旅人教我的吧。只是刚刚听见姑娘奏起，忍不住跟着吹了一番，还请姑娘莫要见怪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是我失态了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走吧。刚才的事，无论是关于我那哥哥的，还是我的失态，都不许说出去，破坏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。那个，姑娘，你老叫我做什么？其实我还挺想有个妹妹的。你这个人好生梦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不要脸的给我撵出去！哎，等会儿，姑娘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从小漂泊四方，未曾羡慕过别人有爹有娘，但却一直羡慕别人有个妹妹。好像有个妹妹，就像是有了守护的东西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能够有个妹妹让我守护，那一定是一件特别让我骄傲的事情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姑娘，你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？魏洛里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叫魏洛里了。你这人，竟敢三番两次占我便宜！姑娘未曾用力踹我，说明也并未真的生气。姑娘，虽然我忘了自己是不是魏城的人，但你我都来自江南，也恰巧会同一支曲，这说明你我二人与缘分有关。方才我说我想有个像你这样子的妹妹，也是认真的。的确，你我才初次相见，莫名其妙突然多了个大哥，你不适应也是应当的。是我逾越了。我不是来自江南，我的家乡……你又套我话。冤枉呀，姑娘！我有个朋友曾说过，这世上话术是骗人的，但音律不会，因为音律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、最干净的东西。所以，姑娘，不管你的家乡在哪儿，你最意的地方是江南，最在意的人也在江南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百里东君。倒是个好名字。我累了，就不陪公子聊天了。玲珑，送客。姑娘，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，姑娘的琴，我的夜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个读书人。可我怎么看，都是个浪客。小姐，
你好像有点喜欢，不，是不讨厌他。挺有意思的人，不是吗？尹时珍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被师傅盯着练了一整天的功，想找你喝酒放松一下，结果你却不在，好没意思。啊。你去了青楼？嗯。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果然，脂香扑鼻，一路的夜风都吹不散。你就是去了青楼。那其实不是青楼，那叫百花楼，是听曲儿的。我之前还听说，师叔有一个最喜欢的姑娘，结果转眼间就去青楼寻花问柳。想来师叔对那姑娘也没那么喜欢吗？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那是雷二师兄带我去的，而且我去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。你去之前不知道，你去之后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胭脂气那么重，定然是在那处待了好一会儿。我是待了好一会儿啊，但那是因为后来雷夫人去了，然后我的一个好兄弟又邂逅了一个女子，然后，哎呀，怎么就解释不明白了呢？无中生有了。是，我是去了青楼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生气，那是因为我整整练了一天的功，你却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心里不痛快，不行啊！哎，尹世之，你还是听我。不要脸！我招是惹谁了我？不是要谈叶鼎之的消息吗？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和百里东君吵了一架，还给了他一巴掌？算了，还是找机会联系齐轩吧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哟，这么快啊！对啊，难道要很久吗？哎呀！哎，各位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。我跟风姑娘只是聊聊音律，绝对没有伤她清白。我呸！你聊音律怎么把头发聊散？啊？风姑娘此前一直是卖艺不卖身的，你是谁呀你？不是，你凭什么？你怎么敢？各位，我这个头发是因为……行，兄弟们，别听他废话了，给我打！哎，各位英雄且慢！不是，你别让他跑了呀！追呀！不打呀！小姐在想什么？该歇息了。玲珑，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李哥哥的事？小姐是想找人谈心吗？谈心吗？可能是忽然想找人倾诉，害怕时间过得久了，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就被灭了门。我师父带着我逃了出来，在路上，他捡到一个小孩，
那个孩子就是魏洛里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摘下一片叶子，在檐下望着月亮，吹那首《江南月》。每次，只要他一吹这支曲子，我就知道他也想家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师父带着他拿着剑出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说，我师父和李哥哥都死了。小姐。故事讲完了，也该休息了。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魏洛里。你的家人呢？都死了。李哥哥，以后我们就做家人吧。赌约？是，陛下。白丽东军以酒约战谢师，要取那12年陈酿的秋露白一事，整个天启都知道了。这壶秋露白乃是陛下继位第3年所酿，酿好之时，陛下曾有言：若12年未有人能将其取下，便在酿好之时的秋收之日，用以祭祀。眼看这12年之期将满，百里东军这样做，岂不是明晃晃的在打陛下的脸？陛下，祭酒先生到了。字写的挺好的，有点意思。脸儿嘛，太次了，装霸气。当年先生为姑赐联时，姑还炫耀了许久，可如今先生自己却看不上眼了。人嘛，总是会对自己的过去嗤之以鼻。参见陛下。赐座。是。先生，喝茶。这茶可是男爵特有的凤凰雪片，不可多得，尝尝。陛下今日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姑年少时好诗书，不善武功，母妃也并不受宠，在皇子中是最不被看好的。
幸而身边有2个好兄弟，一个出身云溪叶氏，一个来自西林百里家，都是难得一遇的将才。在他们2人辅佐下，几经生死，才登临着至尊之位。后来姑犯了一个错，现在想起，依然时常后悔。方才听了一个消息，所以叫先生来，想当面谢谢先生。这么说，陛下是想谢我救了叶鼎之？正是。既然知道错了，又何不翻案呢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又是帝王颜面。行了，你的谢我也收到了，那就这样吧，走了。等等，姑此次叫先生来，其实还有一事。听闻先生近来新收了一名弟子，姓百里。百里东君，那是你的另外一位结义兄弟百里洛尘的亲孙子。这次洛尘的孙子来了天启城，姑想见一见。不必。先生不是说过不会过问朝事吗？百里东君不过是我座下一名寻常弟子，既无官职也无爵位，他的事又如何称得上朝事？堂堂镇西侯府的亲孙来了天启城，却不来见姑，成何体统？那你去问镇西侯的罪啊！反正你已经杀了一个兄弟，也不愁再杀第2个。嘿，陛下，你又何至于做出这种情状给我看呢？你放心吧，百里东君不会一直留在这天启城的。我准备带着他离开这儿，四处游历，几年之内他都不会再回来的。可先生是祭酒，既然要离开，祭酒的位置，自然会有更合适的人来做。告辞。如果我执意要留下他呢？你可以试试。先生，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过强啊？是吗？姑觉得在先生面前，先生才像是君王。我乃天上谪仙人啊，世间的君王，就别折煞我了。师父，虚怀公，不过尔尔。春风吹过，就是最娇艳的窗，月下的哪里？陛下，大剑离入，过了。为我脚步的模样，鲜艳刺来的赌场，它映在天云之上。就在今春，列出法力，向你尘埃山上搏击，就是王河，对着天地，我知道该。李先生，小齐啊，今日也入宫了。哎，你那师兄的徒弟小王道长也入了天启，还帮了我一个小忙呢。先生入宫，苦的却是我，还得装模作样的来这里打一场。你们那个皇帝想杀我，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哎呀，所以我来了。
又怕你疯了，把皇帝杀了。哼，退下来！演的太过了吧？陛下，国师那路也过了。年岁暴力，战神爱战胜火影，这是黄河，流向天际，我会知道该往哪去。不屑千金，不屑美玉，不屑神仙追寻我轨迹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已至宫门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转身了。转身了。转身望着这里。大家紧张了？恐怕是毕生修为于今日毁于一旦。本来是一个杀人之局，见我北离大内高手之力，杀传说中的天下第一人。自负了呀，瓮中捉鳖，结果自个儿成了这个鳖，感受如何？春风吹看人的帆，马里的听着走向，为我保护了模样，谁见的来的风采，春风吹看人的帆，马里的听着走向，为我保护的模样。李长生这是何意？怕是在提醒陛下，暂且还是不要打百里小公子的主意为好啊。意思送到了，就不吓你们了。你回来了？还没查到吗？他第一次说要离开，是收百里东军为弟子的那天随口一提；第二次，便是在圣人的御书房，像从前一样没有原因，似即兴而为。不可能！若风，天下百晓，终有一人是我们无法查清的。可他关系整个武林，学堂祭酒李先生。突然要离开天启，其中原因作为百晓堂却一个字都查不出来。天下百晓这几个字，当真成了笑话。小伙子，你以后能成为枪仙的。您是？我啊，我是李长生。李先生，先生，可我现在身上已无枪，您是怎么猜出我是用枪的？
因为你身上有枪意。枪意？你是来找东君的吧？少年人不要有那么多心思。你是江湖客，他是侯门子。凡俗眼中，你们虽然天差地别，但这里是学堂，学堂之中皆为学子，学子之中无论身份，皆称同窗。稷下学堂很欢迎你这个小枪仙的。多谢先生。韩姨，叫娘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也在外边跪2天了，好冷，好疼。少跟我装可怜。卓墨公子武功高强，内力护体，又怎么会冷？娘子罚我，我也不敢用内力嘛。你不敢？你什么不敢？北篱八公子可真是风流啊！以前你说是顾剑门带坏的你，可是人顾剑门早800年就离开天启了。我看你这路不认得也挺好的吗？不是啊，这真是小师弟他非……闭嘴！你小师弟那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怕是这辈子第1次去青楼吧？你怎么不说是百花楼的姑娘绑着你去的呢？你这么说的话也太假了吧！你再说一遍，完了，雷慕沙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趴下！等一下！趴下！娘子，哎呦，娘子！哎呀，娘子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呀，娘子，娘子啊，不去！韩姨，救我！娘子啊！阿爹真可怜，要被打死喽！娘子，哎呦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，娘子，哎，还好了。你爹要被打死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我再不来，你爹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谁叫他去那种地方的？活该！嘿，小小年纪的，知道的东西还挺多的嘛。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比以前进步多了。你爹是雷门英才，你娘是星剑传人，跟他们学武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呀，跟你学武功，以后我才能管住我爹。有志气，眼光更好。哎，娘子别打了！哎，别打了，屁股肿了，娘子。滚！不去了！哎呀！李先生，先生救我！跪下！行了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嘛。虽然去了趟青楼，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夫人，雷儿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，对夫人可谓是忠贞不二。他也只敢去听点小曲儿，是吧？我想他今天去了百花楼，应该是看到百里东君和那个用枪的少年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顾剑门的往事，兴之所至了，是不是啊，雷儿？就是，是什么事？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！以后还敢不敢？不去了，我以后想听曲儿，我找窦轩去，他唱的也还行。夫人，他认错了，也落了保证。你就原谅他吧。先生都来了，我还能真打死他不成？先生此来，想必也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新月就不打扰了。韩一，我们走。
师傅。师傅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我娘子打死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死，几年之后你也会为你那可笑的志向而死。师傅，你还记得那一年你说你的志向在于天下，我笑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如今你的孩子都学会骂人了，你呀，也不能只是那个师傅膝下的孩子了。说说吧，你觉得的天下是什么？天下。当时我年轻气盛，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，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努力生活的地方。那你的志向呢？仍在天下呀，守护天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你跟剑门要好，剑门走了，你就和若风混在一起。可若风身份特殊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学堂，到时候你……师傅，我不想离开学堂的。可学堂终究是个读书的地方啊，人长大了，书读完了，自然要离开学堂的。学生既已离开，老去的先生也不必留下。师傅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是啊，蒙莎，你也要走的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，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。你不想牵连雷门，所以故意无视门规，让雷门驱逐你。你不想连累妻女，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姓。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，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心种撑腰。可是梦莎，成大事者无不彻底割绝过往。你呀，还差得很远呢。等时机到了，让韩毅来找我，我教他剑术。师傅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啊！我说了老半天，你到现在才明白啊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守护天下呀？我告诉你，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。你和若风若想取得这份资格，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。你们呀，不要半途死了。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已经负了。我之所望，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，肆意而活。哎，天下什么的太沉重了，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。听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光凭你自己，
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，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啊！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，还跟尹世之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张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？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？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！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把我身上。哎，谁？齐轩，是你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接到小姐的留书，便来了。还有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这么说，叶鼎之的事，真的是你们干的？是。与其发现叶鼎之，同样身负天生五脉。如今，就算没有百里东君，也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小姐为何这么多可是？难道小姐对复国之事有所动摇？是的，这一路我动摇了。齐轩，我们找到天神五脉又如何呢？打开朗月福地，将父亲迎出关，然后让北阙的铁骑踏平北离，
是这样吗？可那些刚从战火中平复过来不到20年的百姓该如何？陆霞姐姐，哪位？陆霞姐姐，公子前往来叫你。陆霞姐姐，好，这就来。徒儿，你来了呀。师父，来看看这棋。黑子锋锐无匹，把白子逼于一隅，是要赢了。可这白子，并非毫无翻盘的可能，不是吗？师父也说只是可能。白子机会过渺，而代价太大。更可能的是，全盘皆输。方才我见到了一只雪国的白鸽飞过，身形矫健，很是优美。来了。徒儿，你可还记得为师对你说的第一句话？你来了。徒儿，你既入了我的门下，那就不论出身，不论出处，都是我的徒弟，是我第一个弟子，也是唯一的弟子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有为师替你担着。师父，星儿，姐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我都快闷死了。我以前到处玩都没人寻我，她一回来，每天跟大朝会似的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事儿找她，我装不下去了。我好累啊，星儿。算算日子，她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二小姐，再坚持一阵子，啊。小姐，吾相有事相告。无相尊使，我近日身体不适，尊使自行决断便是。二小姐，被发现了。二小姐模仿小姐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那又怎样？还不是被尊使发现了？尊使，免礼。二小姐与小姐本就是异母同胞的姐妹，又打小一同长大，关系亲密。按说二小姐若是想假扮小姐，还是很难被发现的。那尊使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小姐喜静，二小姐喜动，本就是不同的个性。更何况我是看顾着二位小姐长大的，要想瞒过我，可不容易哟，难为二小姐了。尊使，你既然知道是我在这里，那是不是也知道姐姐的行踪？
怎么样，姐姐是不是快回来了？姐姐出事了吗？二小姐别担心，小姐没事，只是什么？有话你就直说，你要急死我吗？只是小姐或许不回天外天了。不回天外天了？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小姐放走天生五脉，放弃了复国，不回天外天了。放弃复国？姐姐怎么可能放弃复国？我不信。心儿，你信吗？奴婢也不信。吴相，你是不是骗我呀？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要对我们姐妹二人下手了吗？过一阵儿，紫衣和白发便也回了。二小姐信不过我，也该信他们吧。你还有什么要同为师说的？这段时日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。我与身边之人曾经为了一件事而努力，可最近我发现，这件事似乎不是正确的。若要说何为正确，我也未找寻到，我很困惑，请求师父为弟子指点迷津。这人生在世，本就没有那么多是非黑白之事。人在不同的时期，就会有着不同的选择。你见过更多、更广阔的天地，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见解。落霞，你为何痛苦？是因和他人走了不同的道，还是你心中没找到答案啊？两者皆有吧。这人生啊，谁也无法保证与他人并肩同行。就算是我们北离八公子，路也各不相同。可这又如何呢？所以，就看你最想和谁并肩同行。还迷茫，那说明你还需要继续寻找心底的答案。二小姐，早点休息吧。左右护法他们不会这么快回来的。心儿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吴相使说的是真的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小姐应当是有苦衷的吧。二小姐，你呢？我吗？百灵就要攻进来了，快跑啊，小姐！这是母后送我的毡子。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姐姐，她抢走了母后送我的毡子。
恨他吗？我的好徒儿，在这赏月啊！师傅，隔着你那做作的帘子，真能看到月亮吗？帐中观月，犹如雾里观花，自有一番美感。说吧，找为师何事啊？听闻师傅马上就要出行，师傅一人。你可比雷儿聪明多了。自然不是，还有你那个不省心的小师弟百里东君呢。那可否多带一人？你也要把你的徒弟塞给我？不愧是师傅。哼，我这个做师傅的，管自己徒弟还不够，还得捎带着管徒弟的徒弟。早知道一个都不收了，都是群不省心的混崽子。年轻人呢，就应该多出去闯一闯，不该被困在天启城。落霞如果可以跟师傅还有师弟一起出去闯荡，想必将来的眼界也会更加开阔些。我看你也挺闲的，怎么不自己带他去游历呢？我的容貌不方便行走江湖，但师傅的多谢师傅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真是狐狸崽子。桃花香。东君，每种酒都有自己的性格，就像人一样，不同性格的酒，自然也有不同的滋味。徒儿总听说，天启城的秋露白能品3味，难道这种酒还有3种性格？酒过心头，心头什么滋味，那酒就是什么滋味。不是因为酒有3种性格，而是因为你的心被酒气牵引，千头万绪涌上心头。那师傅，您最喜欢的酒是什么滋味啊？是我这一生最开心的滋味，也是最遗憾的滋味。哪还有这种酒啊？还能2头都占？有啊，它叫做桃花月落。桃花月落。那会不会有一种酒，是最有情的滋味，也是最无情的滋味？我
无形最有情，可比白日见星辰。天的！本以为李长生在大内闹出那么一番动静，然后又对外声称要带百里东军离开天启，这件事就落下帷幕了。没想到的却是风雨再起啊！只是一瓶酒，代表的却是陛下的权威。百里东军要那瓶酒，是在打陛下的脸。只可惜，如今陛下不敢轻易招惹李先生。他心中虽然愤怒，却也不能展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陛下一定希望有人能站出来，替他握住那柄刀。徒儿明白了。殿下，有贵客来访。哦。这大剑派人传来的话，让本王生出一身冷汗，又忍不住有点兴奋。哎，百里东军与谢师的比试在哪一日？回殿下，就在明日。天时利我呀！应贤，你说，如果这位小公子再也走不出天启城，本王的皇位是不是就……可镇西侯手中有重兵。哼，因府内桀骜不驯的小公子在天启城械斗而死，就发兵引起战乱，这样的军队能获得胜利吗？还是殿下英明。大爷，百里东军的赔率已经达到1500了。还是老样子啊，随便找个人，记他的名字，卖1000两。黄金。我懂，这次押谢师是吧？回。其实押谢师的，押百里东军。来，吃点这个，你可长点脑子。去，啊。是。多么熟悉的景象啊！要怎么说合着我发家致富呢？
公子请。谢师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卿相公子谢轩。哦，原来是卿相公子，久仰久仰。谢师好。请。好，大家都好。上楼吧。嘛。小先生，请留步。你可还记得我们所说之事？你不怕我徇私？学堂的小先生，可比学堂的李先生更值得信任。好，那一会儿叫我就好。下贱的东西！今日便是那百里东君与谢师相约比酒的日子。是，陛下。哪位皇子去了？二皇子殿下，还有九皇子殿下。若风是百里东君的师兄，他去理当。怎么老二也去了？二皇子殿下一向喜欢给陛下分忧。卓清啊，卓清，要不怎么你才是孤的大剑呢？师傅，谢师叔。多谢。难得啊，所有的师兄弟都在，实属难得。啊，欣慰啊！啊，不对。啊，百里东君呢？啊！我出门的时候，他还在自己的屋里闭门不出。不过，我跟司空长风说好了，时间一到，就把门踹开。男子汉顶天立地，自己提出的对决，就算最后酒没有酿好，也要把他扛过来，认输。说的太好了。其实吧，今天呢也算是我们天启城的一个大日子。你看，这么多的人来看我们北离八公子的风采，尤其是我卓墨公子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他酿那么短时间的酒能酿得好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唱衰他，我也觉得他能酿得好。但是吧，谢谢。但是你们喝过秋露白吗？百里东君，你还能不能撑啊？荀先生，月牙姑娘，诸位，我今日所比之酒，便是这坛秋露白。李先生的弟子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怕了，不敢来了？嘘，小点声。大公子就坐在楼上，可别让他们听见了。把话传到学堂，半个时辰以后，人还没到，便算他认输。碉楼小筑传话来了，半个时辰后人还不到，就算百里师兄输了。哎，百里东君，你还能撑吗？还没来，这个百里东君。来，喝茶。我准备好了。出发。
你要去比美啊？今日好歹也是我们阴阳天启的日子，怎么着也得打扮得帅气些吧？啊，酒呢？大白天的，做白日梦呢？做白日梦呢？又梦见去青楼了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秋风无情，露起夜白。而我要酿的是友情，是白日见星辰，心中有故人。我终于明白了。哎，到了。百里东君，这是你的酒，这是你的秋露白。既然人都到了，那就比试开始吧。荀先生，月牙姑娘，还有小先生。嗨，第3位品酒师是老七呀。那便先喝秋露白吧。这几年经常随军在外，也是许久没有喝到，甚是想念。这就是天启最有名的秋露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有1坛酒，可你却只用了3杯，剩下的等你输给我，赠与我如何？等你赢了再说。3位请。秋露繁浓之时，以玉壶收之，用于酿酒，故称秋露白。因为秋露难收，就算动用千百人次，用于酿酒也只是杯水车薪，所以这1月只能品这1日。遗憾了。你好歹是来踢馆的，把口水收一下行不行？不矛盾。比上一次喝到的秋露白更醇厚了。小谢近年来酿酒之术精进了不少，比起那杯秋露白，已经差得不太多了。
差不了太多，也算是夸赞吧。人生达命岂暇愁，且饮美酒登高楼。酒仍是好酒，谢师却比当年的谢师也多了几分中年之愁。世间美酒可品一味，而秋露白能品3味。酒暖心肠品春，酒热人志品夏，酒解人愁品秋。东君啊，你的酒可品几味？我的酒乃是天上酒，品不到人间味。这小师弟的酒，当真这么神奇？夸张了，后生，打开你的酒吧。好。李师侄，借我子筹一用。给。冬雪夜，美人舞剑，现明月。奔月而去，如月上真仙。遨游仙宫，纵情千里，直至天光乍破。白日见星辰。哟，北斗七星啊！这便是我的7盏星夜酒。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瑶光，请君饮之。7盏星夜酒。荀先生见多识广，可曾喝过这样的酒？不曾。连荀先生都未曾喝过的酒，倒是让我颇想尝尝。请吧，老先生，请吧。好酒啊！多好的酒！像是回到了我少年的时候，风花雪月，花前月下，踌躇满志，志在必得。此酒，小师兄带我入天启，让我见识到真正的天地之大。东君无以回报。师兄的酒，味道与其他2位无差，只是其中略略加了我的一点小私心。
老七的头顶怎么在冒热气啊？那不是热气，是真气啊！真气啊！真气乃为气，照理说应该是虚无缥缈的，也应该只有在体内流动的时候能感受得到。我怎么从未听闻有真气是肉眼可见的呀？三昧真气已全，百炼凡心俱净，真气出体凝成所见的情况确实很少，但也不是没有，一般发生在破境之时。破境了！东君，东君，我滞留此境久矣，却苦无破境之法。你的酒，助我。多谢。王爷息怒，稍安勿躁。能品人间百味又如何？不如仙宫遨游一瞬。谢师，酒备的不多，如不嫌弃，便请。敢问公子师承何人？家师姓古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三位品酒师，可有结果了？本场比试，百里公子获胜。我望穿着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哭泣着。这半瓶秋露白，可说到做到？欲求必有。豪气！果然是人间绝品，饮之大快。喂，准备登楼。好。恭送。何人指使？有刺客，保护王爷！哪来的刺客这么大胆子，竟然敢在碉楼小筑设伏？碉楼小筑明知今日有要事，未做好防范，惊动了王爷，该当何罪？
修若风，你大胆！敢杀我学堂之人，才是真正的大胆。看来我还得好好练练功夫。这天启城真是卧虎藏龙，此番真是开了眼界了。走了走了，这些事情交给我师兄们处理就好了。师傅还等着我呢。小师兄，告辞。师傅，我不必告辞了，去吧。可是我，昨日来本通报的事情。废物！师傅，哎，赢就赢呗，怎么顺了人家镇店的酒啊？怎么能说是顺呢？徒儿我这是依照规矩，光明正大的取。嘿嘿嘿嘿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天启了。哎，这世上从来没有离开这两个字，有的只是重新出发。好了，上车了，该走了。你们今夜真的就这么走了？怎么？你不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就不去了。我此次来天启是帮人取东西的。天涯迢迢，后会有期。好吧。上次离别之时，我送你的酒壶还在吗？当然。挺大方的。也没什么能送给你的，送你杯秋露白喝吧。谢谢。我们定会再见的，因为到时候我已名扬天下。好，我也一定不会输的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走啦，出发啦！小强先走了。嘿嘿。天涯迢迢，后会有期。真是桃花香啊！你是指你闻闻看？不错。
师傅，天启城最高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教坊32阁，仙人指路台。行，就去那儿。遵命，小徒弟。呀！天若不爱酒，酒仙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人间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，爱酒不愧天啊！以文清比胜，又言浊如咸。贤身既已饮，自作散游仙。杯酒行大道，觥筹尽河山。但知酒中趣，难对行者产。先生，这马真是快啊！这可是烈风神驹呀！啊，我的烈风驹？不可能啊！我的烈风驹是红色的，师傅，你这马是白色的。嘿，我给涂上去的。师傅，白衣白发配白马，此乃仙人本相。我乃谪仙人，岂肯折腰事凡尘？驾！先生这风采，果然还是如此令人神往。您再试试这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瞧你这哈。谢谢娘子。爷爷，慢点跑。碰到什么了？啊？爷，软糖，好好吃啊！好，你要这个吗？原来这才是北里的天启城，极尽人间荣耀与繁华的天下第一城。我本来是觉得，不就是一座城吗？走了也就走了。可是如今看来，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尽兴的玩一玩呢。你说呢？尹师侄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。你要是实在舍不得，我再陪你回来嘛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是不回来。等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让那皇帝亲自出城迎接你们。东君到了，你看，那儿就是仙人指路台。每到重大节日之时，都会挂上萧氏家族的神鸟大风旗，风吹起扬，即可破天呐。那便是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你等我一下。哎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，
最高的地方。师傅，我来了，但也到该走的时候了。您的心愿，徒儿没有忘记。顾晨啊，顾晨，还记得呢？陛下，怎么样？李先生带着镇西侯的独孙百里东军，策马绕了天启城一圈后，离城而去了。还有吗？山前书院院监陈如到访稷下学堂，称自己为新任祭酒。官员任配乃朝廷重视，哪有自封为官的？还有呢？回陛下，没有了。走了，那便走了吧。那个陈如，大理寺卿也管官员任配的事儿吗？不，就封那人为祭酒。驾！二小姐，阿姐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小姐，在路上有事耽搁了。我听吴相使说，你们找到天生五脉了，但把他给放了。百里东君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贸然抓他，本就冒险。更何况，他现在已拜入李先生的门下，所以……原来他叫百里东君啊！怎么停了？继续说呀！我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，他叫叶鼎之。你离开男爵这么多年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想必你也知道吧？师父被女道仙燕灵霞所败，男爵第一高手之位易主，很多人传您已经死了，但是您却忽然出现在天启城，大战学堂李先生，向天下人昭告您的行踪。你想学魔仙剑，我不同意。当年我打不过李长生，去学了魔仙剑。1年之内，我的功力涨了6成，我依然打不过李长生。你想比我强，就不要走我这条老路。师父。刀客凌云，是我。据说与燕灵霞一战之后，境界大跌。那是一跌千里啊！那你此番回来，是回到当年的境界了吗？就算回到当年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再求一败罢了。
休养剑仙大名，今日我凌云也想求得一战。若赢，则在与剑仙与燕凌霞一战，重夺男爵第1之位。若败了呢？愿死！走吧。徒弟，刚才那一剑，你学会了吗？我看清了9分，不差。为师用毕生修为凝入了13剑，但这一路会有不少这样的人前来挑战。每次我只出1剑，你可都要看好了。好。除了最后1剑，那一剑不许看。师傅，你说我那如仙师傅，为什么让我酿那样一瓶酒，还挂在天启城最高的位置？我都没来得及问他。你去问他呀，问我，我哪知道呀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嘿嘿，骗你的！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谁呀？师傅，嘿，是因为情债呀。当年你师傅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后来他们分散了，你师傅就欠了她一壶桃花月落。那我挂在那儿，那女子便会看到吗？会的，因为那位女子就是天启城教坊32阁的主人。当年你师父答应他，说等他酿好了桃花月落，会亲自提着这壶酒来找他，而且还会娶她呢。但如果他没来，或者是让其他人提着这壶酒挂在那仙人指路台上，那就表示他已经死了，不必再等。教坊主人等了他好多年，期待有那么一天你师父会出现，并且娶她为妻。但是若干年过去了，你师父并没有出现。也许是等得太久了，他所求的，就是希望这壶酒不要出现在那高台之上。那这样，他就会知道他爱的人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我伤了我师娘的心了。哎，你这句师娘应该让她听到，她会很开心的。嘿嘿。是你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给我送行。当心，此人似乎来者不善。季若风，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，也更执拗。我想知道一个答案，所以今日我定要来这里弄个明白。或许先生可以直接告诉我这个答案。你想要答案，我这里没有。你再废话，我就揍你。季若风，虽说你教过我几日武功，但恩情归恩情。若是你执意要拦我们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谁敢拦学堂李先生的路啊？除非学堂李先生现在已经没了武功。你说什么胡话？
怎么说呢？要从先生突然离开天启城说起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世人皆知我李长生自由恣意、率性而为，想离开，便也就离开了。真的只是率性而为吗？先生曾言与诗仙同游，一剑震天。可诗仙已经作古100余年，为何先生还在啊？还真有傻孩子信我这话。100年来，所出剑仙不知凡几，可为何先生偏偏独爱诗仙一人？是诗仙足够传奇吗？可难道李长生就不够传奇吗？需要杜撰一些仙气缥缈的故事来为这3个字增加传奇色彩。而倘若李长生和诗仙有救之事并非杜撰，那李长生究竟活了多久？白小棠自然查过先生一剑扬名之后的平生所历，不过区区30载。如此推断，之前的李长生定然不是李长生。如果先生今日离开天启，恐怕世上再无李长生。是也不是？你真的比我想的要聪明。既然先生要离开天启，自然有你不得不离开的道理。所以我猜，先生不是不想继续当李长生，而是不能。为何不能？因为你已经没了武功。先生，现在愿意告诉我答案了吗？季若风，我师父是不是真的没了武功我不知道，但你是真的很没有眼色。你的秋水诀是我教的，你有信心赢我？你不要太自信。如今我的师父可是李长生，况且我的西楚剑歌可是如仙教的。你就不怕大好前途毁在这儿？姬堂主说笑了，我的大好前途坐在我身后呢。若是我让了，才是真的毁了。小师弟总是能妙语连珠啊。